袁慎有着让人羡慕的人生，家世、容貌、学识俱佳，可没人知道他活得压抑。出生在袁氏大族，容不得他良善，意气用事。作为未来家主，最先衡量的是家族利益，而父母的貌合神离、恩师对旧爱的恋恋不忘，也让他对自己的婚姻并不期待。为人冷静自持，凡事都会计较得失。可这样的他，为了陈少商冲动过3次：一、冒着得罪皇上的风险为程家人求情，得知程家出事，在别人或观望或落井下石时，袁慎急匆匆地跑去殿前求情，为程使申辩。一个从不管旁人闲事的人，却冒着得罪圣上的风险前去。看到程少商要回程家，他没有拦，反而贴心地将马车留给他，因为他了解程少商，以他的性格势必要回去，自己拦不住，倒不如赶去殿前为程家人多争取一些。在程家人被人刁难时，袁慎及时赶到，明知道这件事情一旦处理不好，得罪的便是凌不疑与皇后，或是满朝文武，可他还是求来了诏书，将这份烫手山芋揽了下来。既然救不出你家人，那就尽力帮你护住他们。看到萧元一扇程少商耳光时，他的眼里写满了心疼。2、5年的时间暖心陪伴，在凌不疑离开的那5年，袁慎一直陪伴在程少商身边，不顾世俗的目光与争议，也不管家族利益与道德礼数。即使为此得罪了不少人，他仍押上自己的一切，只为争取一次相守的机会。即使他这份冲动被很多人痛斥嘲讽，他也没有想过放弃。原著中，袁慎为了见到程少商，或是在程家，或是在皇宫内院，他常常一等就是数个小时，才堪堪地见到他一面。与蔡家退婚成功后，他并没有立刻提亲，让女孩为难，而是依旧静静地陪着，等待程少商回头。可惜终究还是慢了，即便再努力追赶，依旧顶替不了那个人在他心中的位置。我想袁慎最后选择放手，不是顾及凌不疑，而是为了成全少商。那个女孩是他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心动啊。3、自认洒脱，却在霍府门前唱歌。袁慎说他瞧不上师傅，跑去丧事书家唱歌，可是那一天他在霍府的门外冲动了，唱起了歌。歌声透着沧桑与怅然。与他师父不同的是，他曾努力热烈追求过，不是输给了真心，而是败给了时间。星汉灿烂原著中，凌不疑与程少商成婚后，袁慎为了能看到程少商，常常借故跑去霍府，以至于满都城的人都以为他与霍侯交情匪浅，逼得凌不疑一个劲儿的想要外放。后来袁慎生了一场大病，什么都记得，唯独常常忘记程少商和凌不疑外出云游的事。或许他不是忘记，只是不愿意接受程少商离开不再回来的事实吧。少年时的动心是一场刻骨铭心、难以忘却的美好，从某一刻萌发出的喜欢，成为了纠缠他一生的痛苦和痴恋，让他一辈子在期盼和无望中回味感叹。程少商与他始终是一段美好的意外，是他汲汲营营、运筹帷幄的一生里最美好的惊喜。袁善见心仪程少商，等程少商5年之期，也未另娶他人。袁善见去世时，只记得程少商一人。袁善见的结局其实早就暗示了，他弹断了古琴的第7根弦，而这弦便是少商弦，意味着他与程少商的命运就已断开。尽管最后定了亲，程少商也还是会和凌不疑在一起。袁善见自程少商答应求亲后，是处处留意凌不疑的归期。袁善见就怕凌不疑回来，怕程少商又再一次跟凌不疑走，可终究还是没能躲过。凌不疑还是来了，程少商还是跟他走了。袁善见伤透了心，陪了少商5年，还是没能换来少商的陪伴。袁善见还是让母亲选择了一人与其成亲。后来袁善见也儿孙满堂，晚年大病了一场，看见好的布料还是会给少商留着，想要给少商做衣服。可又想起少商已经离开都城，袁善见仿佛被吸走了全身的力气，肩背垮塌的犹如一个真正的老人。袁善见临终前说，他要欢欢乐乐地过剩下的日子，这句话让程少商当场痛哭。袁善见也曾轰轰烈烈地爱过一个女子，不过凌不疑比他更轰烈。为了程少商空费了5年的光阴，丢弃了极好的亲事，平白得罪了许多人。他在炎炎烈日下不顾众人目光，苦苦等少商打开永乐宫的大门，他也没有后悔，他尽力了。
可是这些在他去世后，陈少商才知道的。陈少商不知袁善剑为他做了这么多的事，可是最后袁善剑还是倒下了，忘记了陈少商和凌不疑辞官去云游了。善剑善剑，终是不见。